ROG Phone 2一支专注需求的游戏手机，规格也是给好给满。在它身上，你能感受到 ROG Phone 2的设计团队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没有太多两边讨好的折中设计，选择也是非常果断理性。然而，游戏手机跟品牌旗舰究竟要怎么选呢？还是两者根本扯不上边？ROG Phone 2实际体验如何？那我们就边玩边说吧。立刻加入邦尼 Facebook 讨论区，邦尼接下来测什么跟专属好康，全部都在邦尼讨论区。也别忘了订阅邦尼，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产品评测。这次邦尼带来的是 ROG Phone 2最容易入手的一般盒装版本，在外盒设计上一样是采用六角形的直立结构，顶部跟侧边的红色败家之眼搭配外盒上的几何线条，还是满满的 ROG 风格。不过在开盖方式上变成了抽出的设计，在盒装的强度上也比上一代来得更高。抽出后三面放置的分别是 ROG Phone 2本体、Aero Active 2外接风扇以及配件套组。在配件盒装中也随附了 Aero Case 2代，这次也修正了设计，在装上保护壳后，依旧可以完美支援外接风扇。接着还有支援30瓦 Hypercharge 快充的快充组，最下方还随附了风扇的立架小配件。在盒装上的处处细节，让 ROG Phone 2在开箱时的爽度很够。当然，你一定问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在介绍外盒，没别的原因，好看啊。我们直接来看 ROG Phone 2的外观设计，在背面的主要设计语言基本上继承了一代的风格，一样是采用横向的机身设计，少了背后的实体指纹辨识，也让背面类似鳍状的散热区域跟机背上的几何线条在一体性上来得更好。比较特别的是，在机背上的高亮线条，在各种角度下会产生七彩的光线反射，设计上不过于花俏，保留了 ROG Phone 更为沉稳霸气的设计 ID。而在机身四角的曲面玻璃跟金属边框的结合上，边缘过渡非常顺畅，整机做工还是相当不错。当然，背后的 ROG 败家之眼信仰灯肯定少不了，这次在灯条上似乎又更均匀了一些。接着来看 ROG Phone 2的机身配置，首先是顶部的隐藏天线以及麦克风，右侧由上到下分别是 Air Triggers 2超音波触控按键，在设计上有鹰科的沟槽，方便手指盲操作。接着是音量键以及电源按键，在回馈力道上稍微普通一些。接着还有一颗麦克风以及右侧的 Air Triggers 触控按键。左侧部分一样有隐藏天线，一样有侧边的充电以及配件连接接孔。官方也提醒，不要将 Type C 尝试插入橘色的插孔。经过帮你实测，如果硬是要插，其实也插不进去，所以不用担心插错，还是有做防呆设计。而这次在出厂时，华硕也随附了一个侧边开孔的胶塞，虽然不清楚是出厂时包装需要，所以塞入的，还是就是机身的一部分。总而言之，胶塞并没有跟机身连接，容易弄丢。塞入后也不好抠出来，所以如果不会用到侧边接孔的玩家，建议就塞着吧。侧边的一体性更高，也更好看。如果时常使用配件，老实说，其实也没有塞着的必要。胶塞不断拔插也容易弄丢，那就空在那里也是一个选择。接着侧边还有双 SIM 的双卡卡槽，没有 Micro SD 卡，不过预设就已经给上了 UFS 3.0 的512GB 储存空间，其实也没有扩充的必要。底部由左到右分别拥有第一个底部麦克风、Type C 传输接孔、游戏手机必备的 3.5mm 耳机接孔，以及最右边的第二个底部麦克风。值得一提的是 ROG Phone 2全机拥有4麦克风，除了底部2颗麦克风都尽量靠边，降低横向握持几率之外，也加入了侧边的麦克风，让玩家在横向握持时依旧可以透过侧边的麦克风收音对话，同时降噪。此外，双充电接孔也可以自由选择最顺手的接孔，边充边玩。在配置上还是以游戏玩家为出发，硬体并不马虎。这次 ROG Phone 2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正面 6.59 寸 120Hz Full HD Plus AMOLED 显示器。为了更符合游戏玩家的操作习惯，也避免误触， ROG Phone 2虽然采用了大尺寸的萤幕，但没有追求高屏占比，在邦尼看来是相当理性的结果。其实也不难发现， ROG Phone 2的设计从里到外选择都相当果断，没有太多令人犹豫的空间。
不过 ROG Phone 2的机身确实宽又长，如果要一边点击荧幕，一边按上方两侧的 Air Triggers 超声波触控按键时，容易抓不稳。如果是手比较小的用户，可以考虑在横向游戏时装上保护壳，帮助握持。而在荧幕显示上，应该是大家最在乎的。首先，荧幕究竟是三星还是天马供应？经过邦尼团队的多次确认，供应商的资讯在机台上几乎不留痕迹的隐藏，目前也没有看到三星有供应120赫兹荧幕的明确消息。不过，就以实际体验的几个指标来看，荧幕跟边框还是比较明显可以看出分界，并没有达到极黑。而低亮度情况下，确实存在大家所说的抹不平效果，会出现类似磨砂的颗粒感。不过在调整亮度到1/2后，就看不太出来了。当然 ，ROG Phone 2全程采用 PWM 调光，并没有支援 DC 调光，在频闪上也是比较明显可见。频闪的速度也会随着60赫兹到120赫兹越来越明显。邦尼会建议大家都不要在低亮度的情况下游玩，这个亮度充足的地方，问题就会获得缓解。不过老实说，撇除这些 ，ROG Phone 2的这块萤幕在显色上相当饱满，在显示效果上更为吸睛，在一般状况下的日常使用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邦尼认为比较显著的会是6.59寸搭配 Full HD 的 AMOLED 之下，在观看影片时确实会有不够清晰的感觉，颗粒感会比较明显。不过以显色来说，邦尼认为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总归一句，显示效果真的比较看个人，建议到实体门市体验会是更准的选择。顺带一提，120赫兹的效果，我们在游戏体验一起说。而在音效上 ，ROG Phone 2搭载了双前置喇叭，先给个好评，采用 NXP 9874扩大器，并且支援 DTS:X 以及 Hi-Res， 在外放上相当饱满，绝对是今年的前段班表现。以下邦尼也提供实录的外放效果，供大家参考喽。效能上采用了首发的高频版 Qualcomm Snapdragon 85 Plus， 配置有 LPDDR4X 12GB 的 RAM 以及 UFS 3.0 512GB 的 ROM。在 AnTuTu 效能跑分当中，我们会分为一般模式及高效能 X 模式进行，萤幕都设定为120赫兹分别测试。在一般模式当中 ，ROG Phone 2在 AnTuTu 跑分 V7 拿下了相当强势的398359分，V8则是拿下了493546分。其他简易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而在开启 X 模式之后，虽然差异不大，但也让 AnTuTu V7 能够成功跑破40万，来到了404413分。AnTuTu V8 则是跑破50万，来到了500924分。简易跑分数据一样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完整测试内容请参考 xbonny.com 上完整测试结果。续航方面 ，ROG Phone 2采用了6000毫安时的电池，在我们的续航测试中，一样会分为120赫兹下一般模式以及120赫兹下 X 模式两个结果。首先是一般模式中拿下了15小时39分，而在 X 模式下则是拿下了12小时24分。整体来说，虽然采用6000毫安时的大电量，不过同时的高效也让 ROG Phone 2并没有在续航上跟今年4000毫安时左右的旗舰机种拉开太大的差距。日常使用还是一天一充最为保险。如果是重度手游玩家，行动电源还是必须的哦，除非是轻度玩家啊，不是轻度玩家应该就不会上 ROG Phone 了吧。而 X 模式确实会让耗电更快，不过既然都是游戏手机了，一天一充自然不会是最重要的考量。但6000毫安时的大电量确实让 ROG Phone 2在高效下有着不错的续航体验。而在生物特征辨识上 ，ROG Phone 2是华硕首款搭载萤幕下指纹辨识的机种，同时也支援脸部辨识，两者在速度表现都很快，没有太大的问题。游戏体验部分，邦尼想分为几个重点来跟大家聊。首先是散热，在散热上 ，ROG Phone 2在背面就有一个实体的散热开孔，也必须先跟大家澄清，在散热上最重要的是如何快速将热带离手机。在 ROG Phone 2的高压力实测下，热源确实导向了表面的散热开孔，加上华硕减少降频不掉帧的设定下，散热开孔长时间处于50度几乎不可避免。
不过幸好华硕将热源避开了握持范围，如果没有这么处理，在真正连续高效运作的温度下，用手去摸散热开孔，绝对会有可能烫到，边框会有烫手的感觉。建议在游玩时避免触摸散热孔，加装风扇会是最好的选择。而说到风扇，Aeroactiv 2在出风设计上是直接往下朝着散热孔的热源吹，快速将热源从机身表面带走，所以在游戏时务必装上。虽然在边框上还是会感受到些微热度，但能够明显感受到机身的表面温度下降许多。如果真的还是烫，建议在设定选单中直接将风扇调到最强，或许会有所改善。其实，在效能控管上也看得出来，华硕对于 ROG Phone 2的散热表现还是相当有信心，当然也因此拉长了高效运作有效时间长度。在几个主流游戏的实际体验之下， ROG Phone 2在游戏帧率的表现上还是相当稳定。接着是 Air Triggers 2， 除了一样可以透过长压两侧快速启动 X 模式之外，在 Air Triggers 超声波触控按钮上也再次升级。以狂野飙车为例，可以看到在触发上相当灵敏跟手。最重要的是，如果遇上需要连续点击，可以直接轻压达成贴纸连击，不用把手拿起来就可以连续击发，搭配2颗不同轴向的马达，在回馈上相当不错。而 Air Triggers 如果是在 PUBG 这类游戏当中，也可以让以往的2指操作瞬间变成4只手指头。不过究竟有没有比较容易，其实还是考验个人的手感跟习惯。最后是120赫兹的萤幕，老实说，目前市场上能够支援的游戏并不多。能够支援的几款游戏，在120赫兹刷新率、240赫兹触控采样率下的差异并不明显。最大的原因还是在触控及画面反应延迟上，实际上还是大于120赫兹所带来的增益，只能说差异存在，但现阶段效果并不明显。所以120赫兹萤幕爽感最高的，绝对是120赫兹下操作系统滑动的超高流畅度，不论是桌面的左右滑动，或是浏览时的上下滑动，120赫兹的顺畅在第一时间绝对会让你有感。不过邦尼也发现，目前在 Chrome 当中还是只支援最高60赫兹。如果想要试试120赫兹的浏览体验，可以选择例如 Firefox 等第三方浏览器。目前以邦尼的实际体验来看，120赫兹虽然能够提供更流畅的游戏画面，达成更顺畅的系统操作，这2点绝对成立，但也就仅此而已。不过绝对不可否认，120赫兹的萤幕爽度真的非常高。而在软体面 ，ROG 加入了全新的 ROG Armoury Crate， 除了可以即时监控手机状态外，一样可以在一个界面就启动 X 模式、设定 Air Triggers、调整风扇、灯效等等。此外，华硕也重新设计了游戏大厅，现在可以在游戏设定档中选择3档的 X 模式效能，调整 CPU 时脉，以及调整温度控管的优先级等等。此外，华硕也开放核心解放模式，不用 root 就可以针对核心参数进行调整，对于硬核玩家也可以省下一些心力。自从华硕重新调整手机业务脚步后，可以看到今年2支不同面向的旗舰机种都更为接近用户且专注需求。ROG Phone 2拥有更好的性能，最接近游戏玩家量身打造的硬体及机身配置，在随附配件上也直接提供 Aeroactiv 2风扇，相当诚意。萤幕部分，实际体验以旗舰定位来说，确实还有许多进步空间，但事实上显色表现也并不差，不要在低光源下玩手机就好。如果对 PWM 较为敏感的使用者，建议到现场实际试试看再做决定。那相机呢？拍起来跟 ZenFone 6并没有明显差异，效果会落在今年中高阶机种间。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参考我们之前 ZenFone 6的完整评测。话说，不是说游戏手机吗？拍什么照啊？最后在选购上，究竟要选游戏手机还是品牌旗舰呢？老实说，这个问题主要还是看需求。如果在意均衡的体验，例如萤幕的显示效果、拍照等等，也不是特别重度的游戏玩家，那就会建议往今年的旗舰选择。毕竟大多数游戏在旗舰上顺畅运行，并没有太大问题。但如果是重度玩家 ，ROG Phone 2的败家之眼已经在盯着你的钱包看了。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ROG Phone 2进行投票。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